全族流放海疆。沈家通敌，奉旨查抄。我传承了沈家嫡女。大人明鉴，通敌书信是他母亲留下的，芷兰也知情。为了自保，他把罪名推给了我和王母。芷兰啊，你弟弟还小，这玉佩你留着也没用，不如给明轩压惊。这是我娘留给我的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争这些死物？给你弟弟。原主被他们逼了一辈子，到死还盼着父亲回头。可惜，我不是原主。磨蹭什么？上船！那不是废王萧燕州吗？萧燕州，3年前，他还是镇寒王，一战归京，双腿尽废，双目失明。废镇寒王萧燕州，流放海疆。还能走吗？能。王爷都废成这样了，还想着护人？上了这条船，是龙也得盘着。检测到宿主接触核心载体，破粉压解楼船绑定中，绑定成功。当前楼船等级1级，可解锁模块、隐藏舱、净水舱、初级药箱、船舱防护。检测到关键人物萧燕州，状态双腿经脉损毁，眼疾未愈，就毒入骨，存活倒计时7日。芷兰，王爷身子不好，你们就别占好地方了，外舱也能睡人。外舱漏风漏雨，夜里一场海浪就能把人冻死。那边是废舱，锁死多年了，谁准你过去？给我出来！算了，里面没水没粮，谅他也坚持不了几天。到时候出来，非扒了他的皮不可。咱们先出发吧。沈芷兰，你到底什么时候会开器官了？鞭伤不重，可他的唇色泛青，指尖也冷得不对，万骨青黑。真正要命的是旧毒，旧毒活跃中，建议立即清创止血保温。你不回答，是因为不能说，还是不想说？王爷现在最该关心的，不是我是谁，而是你还能活几天。京城太医都说本王是废人，称一日算一日。你倒敢说实话。这是什么？毯子。什么毯子能自己生热？我娘留下的。你娘留下的东西倒是不少。在京城那些年，她被下过好多药，所有端到她面前的东西，都有可能是催命符。梅毒。没有腥味，没有霉味，甚至比王府里新打的水还干净。开门！沈芷兰，你给我开门！娘，我也要睡好舱，我不要睡外面，外面臭死了！芷兰，你别胡闹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你占着这么好的舱，让父亲和弟弟在外面受苦，像什么话？芷兰，你弟弟身子弱，风一吹就病，你做姐姐的怎能这样？可以。那还不快开门！1桶水10个公分，1张干铺20个公分，要另算。想进仓，先干活。我是你父亲。在流放船上，父亲2个字换不了水。沈芷兰，你别忘了，船上是我说了算。周差爷，船上淡水是不是已经发臭了？外舱底下2只水桶，1只生蛆，1只混了海水。今天不处理，明早至少倒3个人。你怎么知道这是干净水？我有干净水，也有药，但规矩还是那句话，
干活换水，守规矩换药。你可以现在砍门，砍开之后，这间仓会不会毁，水会不会没，我不能自保证。你想让他们干什么？第一，清理臭水桶；第二，修漏风舱板；第三，把病人和孩子集中到被封处。那我们呢？你们当然也一样。沈明轩不是嫌外面臭吗？那就从洗水桶开始。你不是在立规矩，那我在做什么？你在夺权，从押差手里夺，从沈家手里夺，也从这条船的死局里夺。风暴预警，预计2刻钟后强风暴抵达，当前船体破损率43%，倾覆风险高。我不要洗臭水桶，我是沈家少爷。芝兰，你弟弟才9岁，你让他干这种脏活，是想逼死他吗？沈芝兰，开门！你父亲来了，我没聋。你不怕？怕什么？怕一个把女儿推出去顶罪的父亲。我是你爹，这仓位本就该有长辈住。你一个出嫁女，带着个废王，占着干净水和好铺位，像什么样子？明轩，进去，你姐姐不会真赶你出来。娘，救我！你竟敢害你弟弟！这仓认规矩，不认爹。你这个不孝女！孝。抄家那日，你把我娘旧物全交出去时，怎么没想过我是你女儿？流放路上，你让柳氏抢我玉佩时，怎么没想过我是你女儿？从今以后，想喝水正公分，想进仓守规矩，谁敢抢，下一次夹的就不是袖子。你早知道。底仓2桶都坏了，再喝今晚就得死人。这艘船现在能不能活，不看手里的刀，看我手里的水。换水要多少公分？清桶、补板、搬沙袋、照顾病人，全部计公分。今日做事，今晚领水。沈家人也一样。沈芝兰，你不像是在求生，那像什么？像在练兵。强风暴倒计时1刻钟，主帆老化，船底渗水，倾覆风险70%。收帆！都给我收帆！想活就听我的，壮丁搬沙袋压舱，女人和老人进备封舱，会打结的去拉副绳。周恒，带押差堵右舷裂缝。你凭什么命令我？凭你再慢半刻，全船都得喂鱼。照他说的做。堵缝，我们不会，不会就学。船沉了，没人给你们收尸。左前方风变了，主帆不能全收，留3分，否则船头会被浪压下去。他说的对，主帆留3分，压船头。这东西想救我。
又比交牢。暗器，喝的，如何？尚可。主帆裂了！主帆断裂，船体倾覆风险升至7成。完了，主帆一断，船就顺不了风。有没有备用帆？油也挂不上去，人一上去就得被风卷走。又是什么？救命的东西！这船上什么时候有这些？陈老沙看绳，周恒带2人拉钢索，剩下的人压住帆布。谁手松，船翻。风暴危机解除，救助人数37，楼船经验为满，楼船系统升至2级，解锁风暴预警、鱼群探测、舒适物资、自热米饭、基础药浴桶。船稳了。这又是什么机关？吃的。无火无炉。尝尝。如何？尚可。检测到3艘高危目标靠近，航速极快，疑似海盗快船。黑西沙的人，他们专抢流放船，男的丢海，女的卖岛。我们会死的，只有你快想办法！我们人少，刚过风暴，打不过。谁说要正面打？这些能当海盗？挡不住，但能让他们上船后站不起来，看不见，退不了。阴是阴了点儿，但好用。押差守中舱，流放犯搬木箱堆帐，水手拉网，谁敢乱跑，先扣3日水。右侧那艘压了半帆，不是桨，是撞。撞哪里？船腰，那里刚修过。右舷加木箱，鱼油桶移过去，不要点火，先撒油。这个废王眼盲腿废，却还像坐在战船上的主帅。破流放船也敢出海，把女人和粮交出来，爷爷留你们全尸。放网。原来这船上还藏着个会布陷阱的小娘子。等。小娘子吓傻了。石灰。眼睛，我的眼睛！臭娘们儿，老子先宰了你！左后3步，低身。
安息后。传线防护！这不是流放船。现在才看出来，晚了。你认识瑞王府的东西？海盗并非普通劫匪，背后牵出瑞王府，为旧案和第二道杀局埋线。头不行了，让开！别以为救我，我就会放你自由。你想多了，我救你是因为船上还需要一个能管押差的人。战利品入库，按公分分配。他只是孩子。刚才海盗上船时，他也是孩子，可船要沉的时候，孩子也会死。这些粮你真按公平分？修船的、守弦的、照顾伤员的都有份儿，躲起来等别人拼命的没有。沈姑娘公道，对，公道。从今日起，押差听你调动，但名义上还是我管船。成交。他不是收服了一个押差，他是收了整条船的第一颗人心。沈姑娘，这些海盗身上还有一样东西。缴获毒箭，疑似与萧燕州当年救毒有关，引出镇海旧案。毒性相似度70%。你给王爷用了什么药？你是谁？该我问你，一个罪臣之女，怎么会机关懂毒，能控这艘船？你是不是瑞王派来的？展昭，退下。属下潜在船上多日，亲眼看到他给您喂奇怪的水和药，还把所有人都收拢到他手下。王爷，他来路不明。所以你觉得我若要害他，会先救他的命，再救整船人的命？本王的命是他从阎王手里抢回来的。你既是旧部，那正好，认得这个吗？这是黑椒毒箭，当年镇海军中箭的毒。可这种箭本该只在外海黑龙船队手里。3年前战败后，所有毒箭都随船沉了。可今日海盗身上有。展昭终于明白，这不是一场普通流放，也不是普通劫船。瑞王府暗文，黑椒毒箭，废王救毒。3年前的海战，从来没有结束。属下冒犯王妃，请王妃责罚。责罚就不必了。去洗网，挣公分。去洗网，挣公分。王妃，瑞王不止派了海盗，黑礁一港还有第2道杀局。王爷从前毒法能熬3日3夜，可这次……王妃，这是药。饭。饭为何装在纸盒里？他自己烧起来了。吃。本王不饿。你不是不饿，你是觉得自己活不久，吃什么都没意义。
那一年，镇良军被困外海，风雪封船，粮道断绝，士兵把皮甲煮了充饥，只为多撑一夜。当年是谁断了你后路？镇海军粮道不可能断得那么巧，除非有人提前撤了补给船。属下一直怀疑瑞王。救毒来源匹配中，相似度提升80%，推测萧燕州救毒与3年山海战毒箭有关。沈之兰，本王这条命，或许不是天要收，那就更不能让他死在这艘破船里。沈姑娘，粮仓将清点完了，只够全船吃3日。海上无岸，风向不定，3日粮，一旦遇上风暴或海盗，就是死线。表，你不是有隐藏舱吗？里面肯定还有吃的。对，你不能眼睁睁看一家人饿死。早知道还不如被关在京城牢里。想活就别哭。从今天起，公分制度正式执行，修船1分，打水1分，晒鱼2分，照顾伤员2分，守夜3分。孩子、老人能做轻活，也记半分。那不干呢？不干就没有饭。他是你弟弟，还不认弟弟？押差也算，算。但押差守夜护船公分更高，谁做事谁先活。规矩若只压弱者，是欺负人；若所有人都在规矩里，才是活路。我带水手补帆，押差守夜。抓住他！我饿，我只是拿一点，我是沈家少爷，你们凭什么抓我？有人补了一整日船板，手指磨出血泡，也只换到半碗稀粥；有人守夜吹了半宿海风，才得一块粗饼。凭什么他能偷？芷兰，你弟弟年纪小，他懂什么？你真要为半包肉干毁了他？家丑不可外扬，带回仓里教训就是。这不是慢包肉干，这是一个人今晚的救命粮。周恒在等，全船人也在等。他们想知道，他的规矩是不是只管别人，不管沈家？他会饿坏的。饿一碗，长记性。你若心疼，可以把自己的粥给他。可他当然舍不得。沈之兰，你眼里还有没有父亲？没有。入库。是，这一个字比任何表态都重。从这一刻起，船上的人终于明白，沈之兰立下的规矩不是说说而已。他能罚流放犯，能罚押差，也能罚亲族。谁守规矩，谁有活路；谁坏规矩，谁也救不了。黑蛟一港到了，有港不是好事。那地方有命进去，
未必有命出来。黑蛟一港的灯火，看着像活路。沈姑娘，别信岸上人笑得热，他们笑得越热，刀越快。哎呦，周差爷辛苦，诸位一路风浪，可算到地方了。水、粮、药、柴，本港都有。一桶淡水5两银。5两？你抢钱啊！海上水贵，诸位若嫌贵，也能喝海水。掌柜的，我们沈前在京城也有名望，能不能先赊些？流放犯赊账，拿命抵吗？听说这船藏了好东西，按规矩，靠港船只得查验。我们是朝廷押解船，到了黑角港，就得按黑角港的规矩。想查船，可以，先把补给送来。小娘子爽快，来人送水。检测到异常成分，轻度迷药，服用后漫刻钟内昏沉无力。果然是笑里藏刀。有问题。水不错，都喝。有人要倒霉了。成了。朝廷押解船又如何？到了黑辽港就是咱们的货。先搜内间仓，那小娘子身上古怪的很，东西肯定都在里面。有诈！谁是货？胡掌管连不错于。黑鲁港的路挺窄。误会，都是误会。迷药下得太浅了，下次记得多放点。他们不止坑流放船，还替海盗销赃。这里写着：3艘黑旗沙快船，前日领银出港。陆万朝，你认识？镇海军旧部，后来叛了。沈姑娘，港外有船拦口。他们以为自己是猎人，可陆万涛的船一到，连他们也成了弃子。说，外面多少人？不知道，陆岛主只说，若这艘楼船进港，就不准他再走。海盗是第一道杀局，黑港迷药是第2道。若他倒在这里，楼船、物资、萧燕州，全都会落到陆万超手里。搬仓。现在，敌船堵口，说明他们还没敢硬冲进港。趁这点时间，把能用的全部搬上楼船。对，他封他的口，咱搬咱的粮。那是我的货，是你从流放船和海盗手里吞来的赃。芝兰呐，这么多粮，沈家怎么也该计公分。
检测到可回收资源，粮食、药材、盐卤、船木，是否入库升级？回收成功，楼船系统升至3级。解锁绳网机关强化，石灰喷灌，船舷防护，夜间警戒铃，基础攻防。这船到底是什么？他在认你为主，这一路要钱和救命恩，本王不能白受。这是母妃遗物，先递给你。哭声越近，杀局也越近。陆万朝的人到了。王爷，这是太妃遗物。他救了本王不止一次。你觉得你的命只值1块玉？收好，真要还，就拿命还。沈之兰，你这债讨得比银庄还狠。我救人，从不做亏本买卖。这又是什么？压寒毒的。你娘留下的？嗯。王妃的娘，怕不是神仙？寒毒活跃度下降，关键人物信任度提升。萧燕州还有旧部，沈之林还藏着机关和物资。若把这些写成密信，送给瑞王使者，我未必不能脱罪。老爷，真要写？他眼里已经没有沈家，既然他不仁，就别怪我不义。罪女沈之兰私藏废王旧部，操控妖船，已有谋反。写得不错。只要你误会了，我还没问，你就知道我误会什么？你父亲只是记账，这么多物资，总要有个清点。拿来。私藏废王旧部，妖船谋反。沈大人写的倒熟练。我这是为朝廷尽忠。萧燕州本就是罪王，他沈之兰藏着那么多来路不明的东西，难道不该查？巧了，我也查到一点东西。沈之兰递出的不是便笺，是他从黑岗账簿里抽出的脏水流箱。那箱被劫银器被胡掌柜塞进沈家亲族的行李堆，准备借他们名义转移。父亲，黑岗赃物怎么会在你箱子里？我不知道。你写密信告发我，我查赃物告发你，公平。对，就是他。胡掌柜说找个罪臣顶包最稳。沈大人，看来你得单独看押。狠，但狠得让人安心，因为他连亲爹都不惯，别人反而更信他的规矩。你心软了吗？没有。那就好，海上心软最容易死人。陆万朝的船不知何时退了，可海面上却升起了一场更不祥的大雾。坏了，黑蛟雾起，罗盘不动了。大雾封海后，黑蛟一港像凭空消失了，楼船离港不过半里，四周便只剩白茫茫一片。海水拍着船底，声音忽近忽远，像有什么东西在雾里绕着他们游。能不能回港？回？现在连哪边是港都不知道。黑蛟雾里有暗礁，走错一步，
传递就碎。都是他，非要逞能。这下好了，整船都得陪他送命。环境异常，明雾，罗盘失效，可启动临时航线扫描。沈姑娘，不能乱张图。左转半座，左边可能有礁。左转。啊！照他说的做。再往哪儿？前行30丈，右满舵，收半帆，别让浪推诿。有钱有回流，疯了。两人的配合，像一个看得见路，一个听得见海。有岸！发现可登陆区域，检测到地下淡水点3处，检测到适合晒盐滩涂1处。靠岸。这地方怎么住人？我要回京城。娘，有水吗？船上剩的水已经不够撑3日。这岛礁石多，土薄，淡水难找。若没有泉眼，咱们活不过7天。资源扫描中，地下淡水点3处，可晒盐滩涂1处，可见营地高地1处。有路。有。从那里挖。那地方离海太近，挖出来也可能是咸水。不是。拿铲子，能动的都过去。我读书人，怎能做这种粗活？不挖井，今晚无水。真有水吗？是的。水，有水！谁敢乱踩井坑，今晚扣水。从现在起，这里不是荒岛，这里是我们活下去的地方。活了，我们活了。排队，谁敢抢，按沈姑家规矩办。水有了，但不代表能白喝。从今日起，荒岛公分制度照旧，打水、砍木、搭棚、晒鱼、照顾病人、巡夜护警，都计公分。公分换水、换饭、换药，我们沈家也要，尤其是沈家。押差巡夜护警，水手搭棚，顺便看潮。属下守王爷，也守井。荒岛营地临时制度建立，秩序稳定度提升，救助人数42，楼船系统经验已满，楼船系统升至4级，解锁荒岛开荒模块，新增地下水扫描、净水井图纸、晒盐池图纸、红薯幼苗、耐盐菜种、公分面板。每个人只分到半碗，却没有人抱怨。
因为他们知道明天还能有。他们开始信你了，信水，信饭，信活路，也信你。沈姑娘，有船靠岸。他们说这口井以后要浇水税。萧燕洲已经很久没有真正离开船舱，他坐在黑暗里，靠耳朵听这个世界。他听刀声，听浪声，也听沈之蛮一次次把死局撕开。若不是展昭扶着，他连船板都过不去。船用固定轮椅解锁。这是椅子，能在船板和礁石路上走。没有木旋，却能承重。试试。我以为这辈子只能躺着听海，以后不止听海，你还要看着这座岛变成港。王妃口气不小。寨主都这样。谁准你们挖井的？这井是我们挖的。黑鹿岛方圆100里，水和盐都归鹿岛主管。想活交水税，还有那艘船也得交出来。别急，3日后我交。沈姑娘，不过这3日，谁也别来打扰我修门。3日后交，周恒险些以为自己听错了。算你识相。3日后，井归黑礁岛，楼筹归鹿岛主。你们想喝水，就按人头交税，交不起的，男的下矿，女的晒盐。这井明明是我们挖的。陆万州交出来的人，如今只会抢百姓水喝。哼，一个瞎子瘸子也敢提岛主名讳？让他们走。沈姑娘，这口气不能忍。不是忍，是让他们3日后自己撞上来。他们有百十号人，还有船，我们怎么挡？井交出去，咱们还活什么？建寨基础图纸已载入，建议项目：寨门、护井沟、绳网陷坑、晒盐池、临时栈桥。这里立寨门，这里挖护井沟。3天，砍木、搬石、挖沟、晒盐、搭栈桥。能干活的全部记工分。3日后，他们来收水税，我们让他们看看这口井到底归谁。干！押差守井。这些曾经只求苟活的人，正在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凝聚起来。3天建寨，这不是做梦吗？今日加急活，双倍工分。这座荒岛第一次不再只是一个临时营地，而像一座正在顽强生长的坚固寨子。这是晒盐。
若真晒成，陆万朝的沿路就压不住咱们了。所以他一定会急。沈姑娘，他们来了，不是3日后，是现在！完了，我们都要死了！还能拖多久？半个时辰，衡量能上。寨门完成度8成，护警防御完成度6成。建议诱敌入浅滩，使用半成品防线拖延。衡量继续上。那他们呢？我去拖。不必你一个人。本王虽站不起来，却还没死。3天不到就想立寨，沈姑娘，你胆子不小。陆岛主来早了。抢水这种事儿，赶早不赶晚。拦住他们！左侧不要守，放他们进来。放！那边是浅沙，地下空，绳网在前，石灰在后，放进来才能吃满。左侧后撤！有点本事，只要衡量没架上，这道门就是摆设。拿住他！井和船就都是我的！陆万朝，你再往前一步，本王今日就算爬，也要先斩你。镇海王，闭嘴！他早就是废王了，眼瞎腿断，连站都站不起来，你们怕什么？3年前，他守外海粮道，救过无数渔户。就算成了废王，海上仍有人记得。他没有站起来，却像仍坐在昔日战船主位上。当年镇海军败后，本王以为你死在外海，没想到你活着，却活成了靠抢渔民水井和沿路过日子的海匪。少拿旧事压我！这片海现在是我的，没有我点头，谁也别想晒盐，谁也别想出船。所以你就堵井、抢船，逼人下矿。笨！哈哈，陆岛主，瞧见没？咱们不买你的盐，也能自己晒。他们跟着陆万超不是忠心，只是水和盐都被他攥在手里。可这里能挖井，能晒盐，还能挡海盗，他们凭什么再替陆万超外命？今日来抢井的，我只记陆万超的账。现在放下刀退开，不追究。若继续往前，绳网、石灰、火杖，还有后面的寨门，够你们拿命试。谁敢退，我回去断他全家水。那你倒可以试试。今日之后，愿意来安澜营地做工的海民，凭公分换水，凭公分换盐。沈芝兰立下的规矩，本王担保。本王还不起你的债，先替你一担这一条规矩。好，沈芝兰、萧衍洲，你们有本事守井，就看有没有本事守住海路。3日之内，我让这井变成死井。他们赢了第一场，可井若被毁，所有人还是得死。警告：敌方可能采取投毒、堵泉、断路等报复行为，建议建立护警巡逻，开启第2水源扫描。今晚开始，护警队3班倒。
我带第一班，属下守后半夜。我带水手巡海。他们低头，不是拜一个废王，是认回了镇海王。沈姑娘，井水坏了！水不能喝了！完了，陆万超真把井弄死了！我早说过，跟着他会害死所有人。现在好了，井没了，大家一起等死！闭嘴！检测到污染物腐鱼毒、草污粉、微量海盐，饮用风险高，可开启临时净水模块。井没死，这是有人投毒。那怎么办？毒水还能变干净吗？能。淡的，没臭味儿。病人和孩子先用，每人限量。剩下的人，跟我找第二口泉。还有水？有，但这次不是谁挖出来就算完。从今天起，水井不归我一个人，也不归某个姓氏，谁喝水谁护井。巡逻、封盖、排班、查毒，全部记公分。再让人靠近泉口投毒，扣的不是水，是命。陆万朝毒得了一个井口，毒不死整座岛的活路。这一次不用他催，所有人都主动上前报功。人心稳了，不止稳了，他们开始把这里当家。沈姑娘有官船，官船挂的是瑞王府令旗。瑞王终于把手伸到荒岛上了。使者大人，下官沈长初有冤要报。谁是沈之兰？谁是醉王萧燕州？我是沈之兰。罪臣之女倒比传闻中会折腾。听说你私占流放楼船，私拒流犯，私挖水井，还勾结废王旧部，意图在海疆自立。大人明察，他确实如此。下官早想告发，只是被他囚禁，他还用妖法控船，逼押差和流放犯听他号令。大人救命啊！我们沈家都是被他害的。放屁！押差周恒，你也被他收买了。你说这么多，是有圣旨，还是有瑞王司令？瑞王奉旨监理海疆，本使带来的自然是密旨。密旨给我看。你也配？不给看，却要我教人，那我怎么知道这只是真是假？拿下他！是这样。瑞王若要拿本王，让他亲自来。王爷还当自己是镇海王？如今你不过是戴罪流放之身。密旨有令，立刻押你回京问罪。问什么罪？3年前镇海军战败之罪，私藏旧部之罪，勾结海盗之罪。巧了，他拿密旨扣罪，他把证据摆成案台。我这里也有几笔账，想问问瑞王。黑旗杀海盗为何带着瑞王府暗文？黑礁一港为何替海盗销赃？被吞的海疆镇粮为何转入陆万超名下？3年前镇海军断粮，谁撤了补接船？
这是赵冰号！你们有证据又如何？死人是不会开口作证的。正好，夜间警戒令开启，神网机关待命，鱼有火杖待命，安澜营地防御模式启动。关寨门。今晚守家。这不是海盗偷袭，也不是收水税，陆万朝这次是来灭营的。押差守门，流放犯班时，水手守船，老人小孩推到井后。他们都明白，今夜守不住，明日不是谋反罪，就是下矿晒盐。老子在海上混了一辈子，还没让人堵着家门打过。左侧30人，右边2场的动静，中路最多。中路是虚张声势，右侧脚步重，他们带了壮木，真正想破的是井边侧门。右侧加10，护警队后撤的半丈，放他们进浅沟。废物！点火！鱼有火杖，反烧！不贪功，不追敌，这是沈之蓝境的守寨规矩。寨门粗糙，石墙歪斜，可里面的人像被一根线拧住。最让他恨的是萧燕州，眼瞎腿废，却总能提前判断他的攻势。抓住他，他们就散了。芷兰，退后。站正！我们守住了吗？守住了。你们以为抓了我，瑞王就败了？他要的不是一座荒岛，他要是整条海江粮道。整条海津粮道是什么意思？你不是聪明吗？自己猜。打死我也没用，你们挡得住我，挡得住瑞王吗？他在海居养了3年肥，黑气鲨只是其中一条狗。黑礁驿港、沿路水井、镇粮仓，哪一处不是他的人？3年前，镇海军战败后，瑞王以监理海境为名，接管了粮道。朝廷以为他在平乱，百姓以为海盗猖獗，实际上乱海的人本就是他养的。黑旗杀劫船，黑礁驿港销赃，镇粮转入陆万超仓中，陆万超再用水盐控制海民。海盗越乱，瑞王越能向朝廷要兵要银，粮道越断，百姓越依赖他的私仓。等海疆彻底乱了，他就能名正言顺扩兵。所以那些死在海上的流放船、商船、镇粮船，全是他养出来的乱。现在知道晚了，瑞王使者已经放了赵冰火，巡查船来之前，你们都得死。不是瑞王的船，是巡查船，挂的是朝廷巡海旗。账册供词暗文腰拍毒箭水井投毒物黑港迷药陆万超证言一样不少。来的巡查使姓顾，奉命查海疆镇粮失踪案。顾大人，
他们谋反，萧燕州私拘流犯，沈之罗妖言晃众，还扣押瑞王府使者。镇海王，本王如今是流放最深，顾大人不必如此称呼。王爷当年守海疆时，下官只是运粮小吏，若非王爷护粮船，下官早死在外海。瑞王私吞镇粮，勾结海盗，假传密旨之事，本官会上奏朝廷。他以为沈之兰会死在海疆，可他不但活了，还让荒岛了井，有了寨，有了人心。王爷，瑞王阴谋已露，镇海旧案也可重查。下官敢问一句，王爷可愿随巡查船回京，复位昭雪？沈之兰没有说话，他知道，只要萧燕州点头，就能离开荒岛，回京夺回身份。安澜港还没建成。这句话，展昭等了3年。3年前镇海军战败，萧燕州被夺兵权，蒙上罪名，旧部死的死，散的散。瑞王阴谋已有证据，巡查船就在岸边。只要他点头，就能回京。他们心里清楚，萧燕州本不属于这里。他是镇海王，哪怕如今坐在轮椅上，也曾让海盗闻风丧胆。王爷要走了吗？那沈小姐是不是也走？顾大人，京城的案要查，下官定会去将证据上奏。瑞王也要审，自然。可海疆百姓不能再等。京城会有很多人争清白，争权位，争一纸昭雪。可这座岛若无人守，他们今日有水，明日又会被人夺走。这一路来，本王看不见，却听得见，听得见流放船上断水时的哭声，听得见海盗上船时的惨叫，也听得见他们挖出第一口井时是怎么哭着说自己活了。今日有言，明日又会被人垄断。今日刚信了规矩，明日又要重新跪回去。本王不回京。王爷，至少现在不会。安澜港还没建成。王爷若留海疆，下官会奏明昭朝廷。瑞王案未结之前，安澜营地可暂由王爷和沈小姐协理安置流民、护粮道、查海匪。他们未必听懂多少冠冕话，可他们听懂了，自己不再能被随手抹掉。从这一刻起，这座荒岛有了名义。安澜营帐稳定度达标，楼船系统升至5级，建港经营模块开启，解锁栈桥图纸、船务图纸、盐仓图纸、医馆图纸、鱼市规划、海防塔雏形，主线任务更新，建设安澜港。王爷，你刚才可是把自己卖给这座岛了？不止本王，还有谁？还有债主。你说过要本王拿命还，债没还完，本王自然走不了。从明日起，扩盐池、修栈桥、建鱼市，安澜营地改名安澜港。安澜港的欢呼还在风里，可没人注意到外海已经送来了新的东西。那不是普通船板，黑龙纹来自外海更深处。这木牌不精致，却像给这片荒岛定下了根。从前这里没有名字，只有黑礁、荒滩、死岛。如今，它叫安澜港。
别哭了，去捡柴。娘，我是沈家少爷。你少爷个屁！再没公分，今晚你喝西北风。他曾经最看重体面，如今只能扮眼袋。可这一次，没人同情他。成了，真成了！第一批盐不多，可他们看着它，像看见一座金山。以前我们一袋鱼竿换不了陆万朝半碗盐，他说不给，就只能吃淡鱼，病死也没人管。从今日起，安澜港的盐按公分换，也可拿鱼、木、药草来换，价格写在鱼市牌上，谁也不能私改。把架势木牌立起来！陈姑娘，我们以后是不是不用在黑岛当牛做马了？不用跪，来安澜港做买卖，守规矩就行。这句话很快传开了，沈之兰全收了。安澜港第一次有了鱼市，做枣荒仿佛被注入了生命。这不像流放地了，那像什么？像边城。还差得远。船固、医馆、盐仓、海防塔都得建。债主胃口真大。黑龙门，这是黑龙船队的船班。黑龙船队是什么？20年前沉入外海的鬼船队。从今日起，楼船不再做押解船。前舱存药，中舱治伤，后舱隔离重病，甲板左侧晾药，右侧登记病人。以后这艘船是安澜港的一船。沈姑娘，求你看看我儿子，他伤了2日了。不许跪！治病记账，能还药钱的还药钱，不能还的做功底。关键人物萧燕洲，救毒活跃度下降，眼疾缓和，腿部经脉损毁仍未修复。提示：需特殊药材龙骨珊瑚作为修复核心。检测到相关线索，黑龙船队主岛附近疑似存在龙骨珊瑚。怎么了？如果我说你的腿不是完全没救呢？治愈不可能。王妃，他不是不相信，是不敢再信。这些年，他听过太多希望，也被现实一次次碾碎。京城太医说经脉尽断，民间神医说毒入骨髓，连他自己都早接受了，这双腿再也站不起来。可沈之兰说不是没救，若是别人说，他会当成怜悯。可这句话从他口中说出来，他竟不敢不信。代价是什么？龙骨珊瑚。那东西只是传说，据说只长在外海黑龙主岛的暗礁下，那地方有去无回。看来本王这债越欠越大。放心，第一季不让你站起来。外海异常变动，黑龙船队相关残骸增加，建议完善安澜港防御。那3个字落下时，所有人都安静了。不是因为字有多好看，是因为所有人都知道，这座港是从死人堆里挖出来的。从破楼船到第一口井，从堵井到第2水源，从半城寨门到盐场鱼市，从流放犯人任自危到如今有人守门，有人晒盐，有人修船，有人在一船前排队抓药。这不是流放地了，这是家。寨门完成，净水井2处稳定，晒盐池3处稳定生船，鱼市初级规模交易运行，一船启用，船坞雏形完成，栈桥可停泊中型船只。安澜港建设进度阶段性达成。押差成了巡守，
船坞也动起来了。镇昭王还活着的消息传开了，这里有水，有盐，有药，也有规矩。沈之兰没赶尽杀绝，也没再给他们特殊。沈姑娘，以后我们是不是不用怕饿死了？只要肯干活，就不会。那我们也不用怕坏人来抢水了吗？有本王在，有沈之兰在，有你们自己在，谁来抢，都要先问问安澜港答不答应。王爷现在说话倒越来越像港主了。那你呢？我，港主夫人。这座港活了。活了。假上级警报！外海检测到未知大规模船队，数量扫描中，目标航向安来港。不是一艘，多少？目标数量37艘，识别结果黑龙船队，危险等级甲上，目标状态未知。黑龙船队真回来了！你不是说他们20年前沉了？所有人都这么说，可老海民也说过，黑龙沉船那夜，外海没有浮尸，只有黑帆碎片，漂了整整7日。黑龙船队，黑蛟毒箭，龙骨珊瑚，20年前的鬼船，3年前的毒箭，如今都指向安澜港。王爷，当年镇海军收到的情报里，黑龙船队早已覆灭。若他们还在，那3年前毒箭来源就说得通了。所以镇海军当年面对的，从来不只是海盗。检测到特殊药材变动，龙骨珊瑚坐标已更新，坐标来源黑龙船队主岛。提示：该材料可修复萧燕州腿部经脉。石姑娘，怎么办？他们若现在攻港，我们新建的海防塔还挡不住。栈桥刚修好，船坞还没成，真打起来，咱们最多守1夜。关寨门，灭半数港灯，依船后撤，于是清空。护警队守水源，周恒守寨门，陈老杀守船渡，展昭带人护王爷。你呢？我守楼船。太危险。王爷，你忘了这艘船任务。第2航线权限待开启，外海地图加载中。第2季主线任务生成。沈之兰，你是不是早知道会有这一天？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，这座港刚活，谁也别想让它死。第2航线开启，第2季任务开启，守住安澜港，夺回外海航线。关键支线：寻找龙骨珊瑚，修复萧燕州双腿。系统，开启第2航线。